各位投资虚拟币的朋友，这几天是不是心情特别差？是不是打开虚拟币交易所，看到账户突然爆赔，心里呐喊：靠，怎么又崩了？没错，比特币又一次大跌，而且这次幅度相当凶残。就在3月初，比特币走势就开始出现异常，先是短时间内出现剧烈震荡，接着一路狂泻，直接跌破7.7万美金。结果呢，市场瞬间陷入恐慌。这次的跌势并不是慢慢来的，而是一波流，直接割韭菜，让一大票散户连逃命的反应时间都没有。根据数据显示，全球24小时内有32.8万人爆仓，总金额高达9.24亿美元，换算成台币将近304亿元直接蒸发。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数字已经快赶上台湾1年国防预算的一小部分了。想象一下，如果这笔钱被一个人拿去花，基本上可以直接买下一家上市公司，甚至能让你当一个小国的国王。但现在这些钱并没有进到你的口袋，而是消失了，或者说被市场里的巨鲸默默吞下了。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次比特币暴跌背后的真相，最后我会用技术分析来告诉你比特币到底有没有死。还记得吗？前几周比特币还在疯狂拉升，市场一片乐观，大家都在喊着比特币会上10万。这波牛市才刚开始，许多新手和贪心的交易者看着价格越涨越高，满怀希望地加码、加杠杆、梭哈进场。结果呢？一夕之间，市场画风突变，价格狂跌，所有美梦直接破灭，并成了一场大规模收割游戏。但问题来了，这次到底是谁搞的鬼？是某个巨鲸砸盘，还是有人早就计划好，准备让市场血流成河？机构撤资，牛市变盘。这一波比特币的牛市，说白了，根本就是投资人自己炒起来的。想想看，这次比特币为什么涨得这么凶？是因为美国通过了现货比特币 ETF 的公开发行，吸引一堆投资人，包含大户跟散户，透过 ETF 购买机构大量抢购的。我们回顾一下，今年年初，美国批准了现货比特币 ETF， 市场瞬间爆炸，各种金融机构、投资基金纷纷跑进来，散户看到这些大玩家进场，当然也跟着一窝蜂进去。结果呢？资金不断涌入，比特币的价格一路狂飙，从4万美金一路涨到接近8万美金。当时市场一片乐观，各种分析师都在喊比特币准备冲10万，仿佛没有人觉得会跌。但就在这2个礼拜，风向变了，机构投资者开始撤退 ，ETF 资金流动连续数日呈现负值。这代表什么？代表那些当初疯狂买进的大玩家，现在正在悄悄撤资，把比特币当成提款机。你以为机构是来帮你抬轿的吗？当然不是啊，他们是来赚钱的。我们来看看数据，光是过去1周，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贝莱德 BlackRock， 还有灰度信托基金 Grayscale 等机构，比特币投资产品的资金流出超过4.5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一个超级富豪拿着现金去市场上撒钱，导致比特币价格暴涨，让大家以为这是长线行情。但现在他开始悄悄把筹码收回来，把现金装进自己口袋，留下满地的韭菜在风中凄凉落泪。你们都听过养套杀这句话对吧？主力的固定套路，拉高又出货又无量下跌。我们换个简单的比喻，想象你家附近开了一间小餐厅，原本没什么人注意，但某一天突然有一群知名大老板来这间餐厅说，这家店很有前景，我们要投资。消息一传开，媒体报道，网红推荐，大家都涌进来，结果这家小餐厅瞬间爆红。你看到这么多大咖投资，心想这家店一定会更值钱，于是你也跟着投资，甚至把自己的存款都砸进去了。可是呢，等到这群大老板吃饱喝足，开始偷偷撤资，卖掉股份，股价开始下跌，你才惊觉事情不对劲。等你想卖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没有大咖要接盘了，最后的韭菜只能自己扛着账单回家。这就是主力的套路，先拉高价格，又让市场信心爆棚，又伺机出货，又崩盘。这个套路每次都有人上当，每次最后买单的都是散户。这道理你都知道，也中招过，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因此而学乖呢？像我们在微股利的教学文章里面，教粉丝们判断某档商品是否可以买进，而买进的条件里面从来就没有追高这件事。所以对于我们的操作方式来说，只会在底部进场，要不是看错立即停损，不然就是大赚倍数波段，从来没有追高套在山顶上这种事情。如果你不擅长判断一档商品到底现在是起涨点还是高点，你可以运用一些辅助看盘软体来帮助你呀。过去常见的看盘辅助工具，大多以多个数据的比较结果方式呈现，透过程式帮你比较后，可以比较清楚看出主力筹码的动向，至少让你不会瞎子摸象，
不过这类型的辅助工具虽然能让你知道主力筹码是买是卖还是中立，但是知道以后也仅仅是知道而已。今天的大买可能明天就看到大卖了。我们虽然知道筹码买卖动向，盘中却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变，对吧？光知道主力每天的买卖似乎不足以帮我们加快决策的速度，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做，不是吗？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都用超直觉软体，它能够协助你在盘中更顺畅的思考，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强弱，用独立图案协助判断盘中筹码，变强变弱，盘中马上就看得到，不用绑在电脑前面，电脑、平板、手机各种装置都随时打开来使用。不会看筹码，不会看转折，不会看承压，不会看强弱，就让软体给你提示。你以为你在赌徒，其实你是筹码。非常多比特币和以太坊期权合约在7日到期，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合约金额到期，市场怎么可能不动荡？这就好像你去赌场赢了钱，你觉得赌场老板会乖乖让你赢，还是会想办法让你输得一干二净？加密货币市场的巨鲸、交易所、庄家会关注期权到期的时间，知道市场上的杠杆仓位分布，知道有多少人压了多单或空单，所以他们可以选择在关键时刻制造剧烈波动，把错误方向的玩家洗出场，然后再来低点接货。这就是比特币市场里发生的事。只要在关键时刻砸盘，就能让你的杠杆仓位爆掉，你的保证金不够了，系统直接强制爆仓，你的部位被清算，然后下一秒市场又开始慢慢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市场暴跌后，很多人都在哭喊，为什么我刚刚被清算了，结果现在价格又回来了？因为你本来就不是这场游戏的主导者，你只是别人口中的流动性，是他们的提款机。我们再来聊聊杠杆这件事。很多散户都喜欢用杠杆来放大收益，觉得自己是聪明投资人，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纪律，你是在玩一场几乎无法赢的游戏。比特币市场的杠杆交易，简单来说，就是你只需要一点点本金，就可以借一大笔钱来做交易。假设你用10倍杠杆，那比特币价格只要跌10%，你的仓位就会被清算，直接归零。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比特币一天内波动10%是家常便饭。更何况，这次期权市场的剧烈波动，几乎88%的爆仓都是因为做多的人被市场洗掉。那么，全球32.8万人爆仓，总金额高达9.23亿美元，约新台币304亿元。这些钱去哪了？没了吗？当然不是，他们全都流进了交易所、大户跟庄家的口袋里。美股大跌，比特币一起跳水。比特币之所以会这么惨，还有一个致命因素，就是美股的暴跌。很多人可能会想，比特币不是号称数字黄金吗？为什么会跟美股一起跌？不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为什么会被美股影响？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的还要现实，也更残酷。比特币的身份早就变了。比特币一开始确实是反抗传统金融的代表，是为了对抗美联储印钞的硬通货。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去中心化理想国，而是机构眼中的高风险投机品。这代表什么？代表当市场气氛良好，资金充沛，机构会把比特币当成一种高收益投资标的，大量涌入市场推高价格。但是，一旦市场情绪转冷，资金开始寻找安全资产，比特币就会被机构当垃圾一样丢弃，直接跳水。苹果、微软、辉达这些科技巨头最近股价都开始往下掉，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也双双回调。更惨的是，联准会的利率政策仍然不明朗，投资人开始担心未来经济可能放缓。当市场开始恐慌，资金会往哪里跑？很简单，就是黄金、美债、现金。比特币这种高风险资产根本不会是避风港，而是第一个被抛售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美股一跌，比特币就跟着跳水，因为在机构眼里，比特币不是数字黄金，而是高风险垃圾。市场信心就像天气变化，资金也会跑。我们来打个比方，你在夜市摆摊卖珍珠奶茶，生意超好，排队人潮满满，大家都愿意掏钱买。但突然一场寒流来袭，天气变冷了，大家开始改喝热姜茶、烧仙草，没人再买冰奶茶了。你的珍珠奶茶瞬间卖不出去，怎么办？只能降价清库存。现在比特币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当市场情绪乐观时，机构、散户争相进场，推高比特币价格。但当市场开始恐慌，资金往避险资产跑，比特币就成了被丢弃的冷掉了珍奶，价格自然跟着崩。但你以为机构只是在单纯撤资吗？不完全是。很多时候，他们在撤资的同时，还在偷偷准备下一波的收割计划。先来一波暴跌，把散户的信心打崩，让韭菜们恐慌卖出。等到市场跌得够低，恐慌到极点的时候，机构再来一波偷偷进场抄底。这种套路已经上演过无数次。2021年5月大跌，
机构清仓，散户接盘。2022年 FTX 崩盘，比特币暴跌，机构趁机低价捡货。2023年美国现货 ETF 通过，机构推高价格，现在开始绕跑。其他因素，政策的影响，除了市场自身的波动，政治层面也在影响比特币的价格走势。3月7日，白宫首次举办加密货币峰会，显示美国政府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市场的焦点并不只是这场峰会，而是川普在峰会前夕签署的比特币战略储备行政命令。根据这项命令，美国政府将会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但有一个关键细节：这些比特币全部来自政府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查获的加密货币，美国政府不会额外购买任何比特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代表政府并没有要进一步推高比特币的需求，而只是将手上的比特币集中管理。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会让比特币价格持续上涨的利多消息。日本比特币交易所 BitBank 的市场分析师1月Hasegawa也认为，川普的这项政策不会推动比特币价格长期上涨，因为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这个计划。如果政府没有实质性的比特币购买计划，而只是处理已经没收的资产，那么这对市场来说并不算是真正的利好。这也是为什么，即便白宫举办了加密货币峰会，比特币的价格仍然在持续走低。讲到这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现在进场会不会被套牢？比特币还有机会涨回去吗？综合来看，目前加密货币市场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是光就比特币的波段视角来看，风险并不大。再说一次，我们判断的视角是波段角度，不是当冲短线角度去看。我在2024年12月2日就已经在维谷利教学文章中帮粉丝们算出了比特币上一波的满足点，就是近期的最高点11000左右。比特币价格来到11000以后，就开始停顿了，没错吧？如果你也想得到各种投资商品的即时教学讯息，可以在下方资讯栏联系小帮手取得协助。你可以从 K 线图看到比特币价格来到11000以后，就开始停顿了，因为既然波段满足已经到了，产生盘整或是大幅度的洗盘，就是正常又合理的了。这是满足点的特性，请你们千万记得这个观念。依照 K 线图，比特币2024下半年这波行情是中继期型整理后的突破，到达满足点后开始横向盘了一个小头，然后才开始下跌。既然已经看到头部了，那一旦跌破头部，自然会有明显的下跌。如果你是追高又开杠杆的投资人，一定要果断的停损。那么，比特币死了吗？明确告诉你，还没。主力筹码来看，短期筹码在满足点的位置是有部分落袋的动作，但长期的筹码仍然是多方筹码，而且目前为止回测多方缺口不破，代表缺口的位置支撑力道仍在。既然支撑仍有，比特币就不能说它 GG 了。但是你要注意，因为上方已经形成头部了，虽然这颗头部并不大，但可以确定的是，短时间并不会出现向上喷出行情，也就是继续维持高档盘整。那么盘整就给盘整吧。如果你的波段进场成本低于68000的人，其实没啥好担心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降息是否有望提前？机构资金流动，资金还在撤退，还是有回流迹象？加密货币市场的杠杆情况，是否还有大规模清算风险？简单来说，只要美国的通膨数据改善，美联储有可能放缓升息，资金又会回流风险资产，到时候比特币还是有机会再创新高。但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追高，特别是杠杆玩家。最后，记住一句话：可以被套路过一次，但不能轮回一辈子。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